大家好，我是小夏。我之前发出阑尾炎的视频以后呢，看到有很多人留言问看牙的费用啊，大概是因为听说美国一般和牙齿有关的医疗项目都很贵，而且呢，牙医的这个医保和普通医保也是分开的。那我个人的经历里呢，正好我在美国和中国都拔过智齿，因为人一般有4颗智齿嘛，我是一侧在美国拔的，一侧在中国拔的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讲一讲我当时的经历，分享一下，大家就当是听个故事。首先呢，我说一下我在美国拔智齿的事儿啊，那时候得有5、6年前了，我有一侧就是下面的智齿呢没有完全长出来，就是那个牙齿一直顶着牙床，结果就发炎了，还挺疼的。老话不都说嘛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。那美国的牙医保险呢是1年包2次洗牙，我正好呢当时也差不多该洗了，所以我就约了一个医生拍了那个 X 光片，然后说了一下我这个智齿的情况。那拔牙呢并不是每一个医生都能做的，所以洗完牙呢，我这个医生就给我推荐了另外的一个牙医，帮我呢把 X 光的片子直接发给了对方的那个办公室，而且呢还写了一个 referral letter， 就是类似于介绍信这样的吧。然后我就赶紧又约了这个拔牙的牙医。那去看了之后呢，医生说我这种情况是要先开刀把那个牙床切开，再把里面的智齿敲碎，一块一块拿出来以后再缝合，属于复杂的手术了啊。而且呢，就是美国这边是必须全麻，但是那样的话呢，我做完手术就不能自己开车走，因为全麻以后呢，就是刚清醒的时候，他认为就是人是不够清醒到开车的这个程度的，不安全，所以我要不然就得有一个朋友来陪我做，然后朋友开车走，要不就得是比如我自己打个车，然后护士送我上车。当时呢，老麦和我并不在一个城市工作，而且呢，恰好是夏天，我的室友呢，放暑假了。因为美国这边的医生诊所呢，一般也是周1到周5上班，所以呢，我做手术的时间只能是工作日，而我其他的一些朋友、同事吧，也都要上班。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人啊，我觉得如果要是让朋友还得请假半天陪我去做手术，我确实开不了这个口。而且当时呢，大家都是刚毕业、刚开始工作不久吧，就是在公司里面也小心翼翼的，而且当时年纪也小一些吧，就是不敢自己打车。就我觉得我要是打一个车，还不如自己开车安全。万一司机动了坏心眼，那岂不是更危险？反正思前想后吧，就是没有想出来什么好的办法，就问医生说，就不能不全麻吗？医生说那可以用吸笑气麻醉的方法，这样的话呢，做完手术再吸氧，身体里的笑气被代谢掉以后，大概1个小时就完全清醒了，就允许开车。但是这种麻醉方式呢，保险是不包的，因为普通全麻的这个牙齿手术呢，它会报销的多一点。于是我就问那大概要多少钱呢？医生说他们联系一下保险公司，然后给我出一个价格的估算，让我看了以后呢再决定。一般呢，美国这边拔智齿吧，它都是一侧就一起拔的。然后我是下面那颗没长出来发炎了，但是上面那颗牙呢是正常长出来的。医生说，那就既然麻醉了吧，就直接一边就一起拔了。那这个预算呢，它就是按2颗牙做的。最后估计出来呢，是说如果是全麻醉的普通手术呢，大概自己付$400左右。但是如果用笑气的麻醉方式呢，就要1000以上了，应该是不到1500。那最后呢，我就一咬牙选择了后面这种贵的方式，主要也是牙齿发炎嘛，疼的我就是天天的也很难受，也容不得我再左想右想，再想一些别的方法了。整个手术的过程呢是非常顺利的啊，护士呢会先给你一杯维生素水或者果汁之类的，冰的。我记得当时说呢，一是要保证病人不会低血糖，2是呢补充维生素，减少手术发炎什么的，反正给了我就喝了。那手术中呢，医生也是很专业的啊，因为我选择了吸笑气麻醉的方式嘛。一开始大概每5分钟吧，医生就会拿那个手术刀戳一戳牙床，问说你还觉不觉得疼？等到我只能感觉到有东西在碰我，但是感觉不到疼的时候呢，医生就开始了。大概反正就是嘁里咔嚓，然后10分钟就结束了，就开始给我吸氧。等我醒过来以后呢，护士就又让我喝了一杯那个凉的果汁，然后医生就把拔下来的牙给我看了一眼，就确保就是对拔了是那2颗，然后给我拿了一些多的棉球啊，开了一些止疼药啊，防晕防吐啊之类的药，就都是正常手术后防止一些那个术后反应的。我后来阑尾炎那次也是开了那些药，反正差不多。
然后医生还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，比如说不要用吸管喝东西，因为增强压力的话会导致于你这个伤口更疼，然后尽量多吃一些凉的或者常温的软食物而且还说什么冰激凌最好，补钙补能量，还能让人开心，就反正别吃烫的。那医生呢会在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情况，24小时之后呢，护士还会再打电话回访。而且因为我这个牙床是手术切开的，所以呢他还缝合了，让我1周以后呢来复查。等我到家呢，大概是下午4、5点左右吧。那晚上9点的时候，医生就来电话问说怎么样了。我说我还是有一些流血，然后还在咬那个棉球。医生让我赶紧把棉球吐了，吃一片止疼药，然后就睡觉。说放松神经以后呢，也会帮助你这个止血。还让我把枕头上垫一个毛巾什么的，就是说刚拔完牙，可能半夜会流那个口水啊，带一点血水，会弄脏枕头。那第二天护士来电话的时候呢，主要就是关心一下吃了什么呀，然后又重复一下各种注意事项，然后叮嘱要按时吃饭。后续呢就没有什么了，恢复的很快也很好。然后最后又做了一个 X 光，确认牙床里面呢没有残留的这个牙齿。最后的账单我记得就是1000出头吧，美元啊，按照当时的汇率算呢，可能是7、8千块钱人民币吧。之后1年休假的时候呢，正好我回国，然后我就想，那另一侧的智齿还没处理呢。虽然我另外一侧的牙齿没有发炎，但是呢，我也是上面那颗正常长出来了，下面那颗牙呢，等于是躺倒的，就是它完全的埋在了牙床里面。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呢，医生就说，虽然你这个牙不着急，但是也得尽早处理，不然以后呢，它可能会一直躺在牙床里，然后挤压正常的牙齿，尤其是到了老的时候吧，牙床萎缩就更容易影响其他健康的牙齿。于是我就和我爸妈商量说，趁着休假在家的时候吧，去医院把另外一侧也拔了。虽然我没有国内的医保吧，不过我妈妈当时是说，好像看牙本来也报销不了多少，但是只要去公立的大医院吧，怎么也肯定比美国便宜。那国内的预约呀、流程啊，我就不细说了啊，毕竟也几年前的事儿了，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。而且呢，在国内的小伙伴肯定本来就比我了解。反正国内的公立大医院那种乌泱乌泱全是人的场景吧，也没什么新鲜的。当时呢，我爸爸还和一个那个医院的主任吧有些交情，特地的说了一下我这个情况，问了问能不能安排一个经验丰富一点、技术好一点的牙医。毕竟呢，我躺倒的那颗牙吧，也是要就是把牙床划开，把里面的智齿弄碎，不管是敲吧还是锯，然后再拿出来缝合。所以主任医生呢还特地安排了一个，据说也是从国外读牙科，也工作过，回来这家公立医院的牙医给我做这个手术。那次在国内呢是没有全麻的，就是在牙床上直接打那个麻醉针，巨疼。就是在美国，如果要是打那个麻醉针呢，他会在牙床上先给你抹一些什么减低痛感的凝胶麻醉剂，然后再打。但是反正国内就是直接一针就上了。然后呢，医生的技术还是相当好的啊，整个过程我记得也是很快，反正肯定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完事儿了。那给我缝合呢，说用的是那种会自己掉下来的，还是说会自己吸收的呀？反正叫美容线吧。也就是说不用去复查，只要都长好了，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行。主要是我当时休假本来也就2、3周，让我复查呢我也赶不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无所谓。回美国以后呢，再洗牙的时候自然也就能检查了。那重点来了，就是交费的时候呢，因为我没有国内的医保嘛，全是自费，我想着2颗牙怎么也得2000块吧，结果我爸交完告诉我是900多，当时我惊讶的呀，感觉我在之前就是美国看牙的时候呢，就感觉像是损失了1个亿。而且这个里面呢，好像主要就是那一个麻醉针的钱，具体的明细我肯定是记不得了啊，因为当时我也没看。但是这个总费用吧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觉得真的是太便宜了，和在美国的账单基本就是差个0，所以我到现在真的是印象深刻呀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在中国和美国拔智齿的这个全部经历和开销了。确实说是各有利弊吧。从医生的技术上来说，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区别啊。中国这边呢，做完手术他没有开药，也不会有医生给你打电话回访这种事儿。那美国呢，整体感觉就是会更1对1，然后服务更好。但是这个开销大家也是都听到了啊。就像我在阑尾炎的视频里说过的，在美国医疗保险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呢，这也是公司福利的一种体现吧。我有一些在科技大厂，比如 Google 啊这种公司的朋友，他拔个牙自己也就付100多刀。
不同的保险公司，还有你的雇主跟保险公司之间的协议，都会影响你和你全家就是未来的医疗开销。我拔牙的时候呢，还在一家中小型的公司，跟我现在大银行的福利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啊。以前更年轻的时候呢，不是很在意这些，只知道看工资单上的那个数字。现在职场上混迹比较久了，对所有的福利呢都非常的关心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以后我们可以单独讲一讲美国的这个薪酬体系。那不知道大家听完都有什么感受和想法，欢迎给我留言。如果觉得我讲得好呢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素质3连。还没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，快点关注小夏和老麦吧。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